我们当然要扩充销售和维修队伍，但即使这样，我们也没办法消化这4000人呐。太平，我问你句话，你希望华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你认为华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？是幸福的样子。让20%的职工下岗，已经是最幸福的样子了。长安，现在我爸生病了，你爸是代理厂长，而且你跟刘书记的私交又特别好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说服他们一下。你也知道，这次我代表3个来谈判，如果谈判成功的话，我就会是这家合资厂的总经理。你不是说过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也要亲兄弟吗？我向你承诺，如果我做了总经理，我一定提拔你做副总经理。怎么样？太平，我不是怕做你的副总经理，我只是不想拿华旗跟你做交易。好，那按你说的，我回去再想想。谢谢。走了。喂，你好，华旗销售公司。安长安。哟。哎呀，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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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干什么？人看着呢，这是肉麻现在。哎，我说你啊，前面我去北京千里迢迢我去找你去，结果我扑了个空，没想到你小子自个儿送上门来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次回来了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啊！小川，我这次来找你跟沈夏，可是有很重要的事。啥事儿？先带我进厂看看。呀，走，给我进城。哎呀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哎，菜齐了，动筷。我听说华旗已经停发工资很久了，你们干嘛为了我准备这么多菜？这要的就是这一锅热气腾腾啊！好一锅热气腾腾。希望我们华气一直热气腾腾，也希望我们的生活热气腾腾。来，倒上。哎呀，我说徐迟，哎，你得抓点紧了。我跟小夏都要当爸爸妈妈了，都开花结果了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比你们俩快好吗？真的假的？上次长安去北京办事处找我，接待他的就是我媳妇儿。哎，不是，等，那秘书是你媳妇儿啊？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什么秘书啊？人家也是老板来的，好不好？集团呢，在北京的办事处是我们俩共同负责的。说这事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就因为有个人啊，跟我媳妇儿滔滔不绝的说什么华气的人如何想念我，华气现在碰到了多么大的危机啊，只有我能救华气，等之类的。说来也奇怪啊，我媳妇儿这人平时挺谨慎的，不太容易相信人，可是这次就邪了门了，就相信这只野猴子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是不是？但是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从侧面反映了一个，就是你们家爱长安啊，还真适合做销售经理，忒能忽悠。班长总结的太对了。哎，都嫁给我了，怎么还向着外人说话？哎，徐迟啊，说说看，这次想怎么帮华气？哎，别戴高帽子啊，我可没这能力。少来这套！你来都来了，你肯定有办法。
准确的说是正在想办法。但是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做成，我自己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所以你们俩得有个准备啊。是这样，回国之后呢，因为我一直在投资圈，所以身边接触了很多大客户，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各个省的大国企，并且跟汽车制造业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关系。比如说有生产车用玻璃的，生产电瓶的，生产轮胎的，生产刹车片的，等等等等。首先他们的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，本身呢也有着产业升级的意愿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。所以呢，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把大家联合起来，劲儿往一块使，共同做成一件大事。这不错呀，所以我这次来呢，没有惊动厂里，只是想说私下做一个尽调啊。所有有关于华汽现状的任何事情，大大小小、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，包括你们的生产、销售以及资产负债状况，还有华汽下一步要有新厂区的建设，总共需要多少钱，自备资金有多少，贷款是多少，到位了多少等等，所有关于华汽现状的一切，我都要知道。这绝对没问题。你要是想了解销售这一块啊，我来给你解答。生产的话呢，就让咱爸来跟徐师讲。如果你想知道新厂区的这个规划呀，包括银行贷款负债情况，我可以请杨总会计师来给你解答。那这事咱们就说定了啊。这次呢，我来华汽大概会待2周左右的时间。每一天我需要知道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事先告诉你，然后你来帮我安排我需要见什么样的人。但是安长安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永远不要催着我问结果，可以吗？这没问题。这样，咱们啊边吃边聊，先从我这块聊。销售公司说起。可以，你等会儿，我拿个本记一下。停，今晚可是家宴，工作明天再开始聊。着急心切了。还是我媳妇儿说的对。那行，咱今儿就不聊工作，咱俩敬他一杯。来，欢迎老朋友回归。干了，干了。哎呀，徐师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我也得问问你，你这英文名到底叫什么来着？哎呦，班长别理他。踢得好，再使点劲踢死他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脚劲儿老大了，绝对是男孩。Yes. Could you please submit your business plan to our company? Yeah? I will reply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. Okay, bye-bye. 徐迟，葛太平，咱们有10来年没见了吧？可不是嘛。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次应该也是代表某家国外的卡车公司来跟华汽谈合作的吧？你说对了一半，我呢，只代表我自己。看来现在的华汽真的成唐僧肉了。哎，说到唐僧呢，华汽还真就是唐僧，只不过他的身边啊，有一帮孙猴子在保护着他。这帮孙猴子身上有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，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魑魅魍魉，都阻挡不了他们接近自己的理想。太平，我说的对吗？来，希望华汽能度过这次危机。别干。太平，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食堂里面喝酒吃肉，但明天呢？明天去哪儿吃啊？去哪儿喝？啊？你看你这次来啊，那代表的可是三木这样的大公司啊。那你们是光见着贼吃肉，没见到贼挨打呀？我这几年做过小生意，
赔了，干过修配工，被开了，追过 Lucy， 被拒了。最后我还干过包工头，确实风光过，但大部分时间就像是一条流浪狗。停，阿柱啊，我们呢不想听见这流浪狗的故事，就想听听你跟那卢四儿的故事。哎，那卢四儿送你儿子回来3年了，你们老两位真行啊！啊，也不说回来看看孩子，你就每个月寄点钱，你真够撑的。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，这 Lucy 呀，她要是孩子她亲妈的话，那太平怎么可能是条流浪狗呢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流浪狗呢，那总比丧家犬强嘛，是不是？也对。哎，你们俩差不多行了，怎么那么损呢？当然损你是应该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想着回来陪陪你父母，陪陪你儿子。我儿子，我当包工头的时候啊，认识一个女人，谁知道就有了这么个孩子。孩子生下来没多久，我以为生活能安顿下来，结果那个女人拿着我的钱跑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孩子就不是 Lucy 的，拿来吧，快！哎，真不是啊！还问了，人都说了，你快一点的，哎，是我怎么哎，那你现在在三木公司不也挺好的吗？啊，我做包工头啊，不但没赚钱，到最后反倒欠了别人20万，到处被人逼债。我是没办法，再跑到日本三木公司开始做销售。3年时间，我一直做到了销售主管。没事，太平，你看，就哪怕是这一次谈这个合资啊，即便是没谈成，那你最起码你回去之后，那你还是这个外企的高管，衣食无忧。什么衣食无忧？什么外企高管啊？那都是虚的。其实我呀，就是一个分公司的销售经理。这次来华企，我是毛遂自荐，因为我想，这是我最后搏一次的机会了。之前三木公司跟国内另外几家车企谈过了，但因为股权分配的问题都没有谈成功，所以我直接找到了中国区的总裁。我跟他说，我是华企子弟，在三木公司里没有人比我更懂华企。我跟他们签了对赌协议，如果谈判成功，三木公司将委派我担任这家合资厂的总经理。要是不成功呢？不成功，那我就从三木滚蛋呗。本来呢是想着请长安私下帮个忙啊，悄悄的在华企做一次前期的尽调，结果没想到还是惊动了领导。我们华企呢，现在处在危急关头，也处在转型的关头。我问过我们的杨总会计师，虽然因为缺少流动资金，我们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可是我们的资产、负债等各方面情况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所以啊，这3位老总收到消息之后啊，就立刻赶过来，说是要尽快跟华企的领导碰个面，商讨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后续合作。好，刘书记啊，艾厂长，咱们呢可都是老相识了。我们公司啊，为华企生产了多年的车用玻璃啊。王总，你们新奥玻璃厂，那我也是非常了解的，那效益是非常好，产品是供不应求啊。这不，我们也想做大做强吗？啊，特别是想跟华企这样的老牌国企深度绑定。对，我们立丰轮胎厂跟华企也是老朋友了。是啊，不容易，30年了，
我们华汽可一直在采购你们厂的轮胎啊。看来我跟华汽的领导今天是第一次见面。我们是铝合金厂，一直想着能够为国内的卡车行业配套生产一些铝合金配件，比如说油箱和储气筒。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儿啊！如果这2个部件采用铝合金，减重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铝合金材质便于清洁且耐用。艾经理虽然是销售经理，但是对技术很内行。如果这一次能够和华汽深度合作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也是一次难得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机会。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都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强强联手啊，优势互补。我们华汽的优势在于资产、资质还有资源，但是您3位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资金啊。既然大家都认可华汽的品牌，同时呢也认可中国重卡行业未来的前景，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，形成合力。具体的做法呢是以他们3家为主，占股在50%以上，然后再找几10家有着产业升级愿望的，在各自的行业里面有着明显优势的中小企业，把大家联合起来，合资成立一家新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，然后筹集资金。我希望这笔资金保底在2个亿左右，然后把这笔钱投给华汽。等一下呢，各位领导跟各位老总可以简单的就这个方案讨论一下。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方案可行，那么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推进。这是大好事啊！如果这2个亿给到华汽，那可是解决了我们华汽燃眉之急啊！如果2个亿的资金投给华汽，按照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，我们这家股份公司要占股在20%到30%之间啊。具体的数字咱们以后再算。一旦投资成功，我们这家公司将会成为华汽的小股东。但是，我们有一个条件。请讲。投资成功之后，华汽所有需要外购的零部件，比如车用玻璃、轮胎、刹车片等等等等，我们这家公司拥有优先供货权啊。同时，我们会做出承诺，并且落实在合约里面，产品的质量一定符合华汽的标准和要求，我们的产品价格一定不会高于市场平均价。哦，这个条件不算过分啊。老艾，你说呢？一旦你们股份有限公司成了我们华汽的股东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华汽的外购零部件尽可能多的交给你们，只要价格合理，保质保量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这一次的合作势在必行了。徐总啊，咱们俩是第一次见面，这次呢，我们等米下锅呢，你就把米给送来了，非常感谢你啊。这样，等到我们这次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呢，我们华汽呢会尽快的拿出一份可行的方案，上报上级的部门，等到批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逐步推进。刘书记啊，艾他们，你们华汽感谢徐总，我们这些公司啊，也感谢徐总啊。这个我们过去效益虽然不错，但是呢，经营企业嘛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过去由于信息闭塞等等多种原因，啊，我们就像八卦阵里骑马，出路难寻呐。这次多亏徐总帮了这个大忙啊！谢哥，多亏了你这次牵线搭桥，如果这次合作成功，就会像葛厂长说的，华汽有了实力，拿到更多的订单，到时候大家伙幸福指数就会更高，红烧肉就会一碗一碗一直吃下去了。喝点水吧。
平来看你了。让他看。三木先生，葛浩，明天叔叔给你买你最爱吃的西瓜，好不好？好。长安，太平，哎，太平，来，快进，来，葛浩，这是你爸爸，叫爸爸。杜老山，三木坚决不同意撤销下岗的要求，我尽力了。嗨，对不起，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。你又要走啊？来，坐会儿聊。太平，要我说啊，这次你就留在华企吧。徐氏牵线搭桥，带来了大量资金，咱们这个厂的新厂区马上又可以上马了。销售公司这边，我也要重新招兵买马，把这个销售网络做到每一个城市去。挺好的。而且不光扩向全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免费的24小时救援服务。一旦这个服务铺向全国之后，那我们就需要招更多的管理人员。你正好可以把在三木学到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带回来呀。这次来华企谈判失败，三木我就回不去了。我这就是曹操下江南，来得凶，败得惨。长安，我知道你是好心想收留我。我要能留下来，几年前我就不会走。谢了。这次我不但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成功，还把我爸给气倒了。本来他再有1年就能平平安安的退休了。是啊。我天天见到的都是忙忙碌碌、风风火火的葛叔。这一次看他有气无力的躺在病床上，心里真挺难受的。可是你这一走，葛叔、李姨还有儿子，怎么办？我来就是找你商量这事儿的。我儿子才3岁，我不想让他从小就见到他爸失败的样子。你小点声。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必须出去，继续寻找能东山再起的机会。长安，上次我只拜托你照顾一下我妈，这回我要拜托你们再照顾一下我爸。
还有我儿子。哎呀，我不管了，谁叫咱们是七届呢？你们俩就辛苦了。哎呀，干什么呢？太平啊，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把葛叔、李姨都当作是自己父母，主要就是你。你想好了吗？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。这辈子注定在外头漂泊。祝福你们，这次华气又度过了危机。只要资金到位，新厂区建成，产能就能扩大，2台发动机马上就能量产。谁都能看出来，华气的前景一片辉煌。遗憾的是，这次的危机不是由我来解决的。徐迟跟我说，华气就是唐僧，但是有一帮孙猴子保护着他。这群孙猴子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魑魅魍魉，都无法阻挡他们接近自己的理想。我赞同他说的话，因为其实我也是一只孙猴子，我比谁都想保护唐僧。哈哈，叫爸爸。叫爸爸。葛浩，不哭了啊！不哭。婵，能出去一下吗？找你有点事儿。啊，好了啊！怎么了？婵，你看，你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，然后明天直接去医院送给我妈，就说是我留给她的。你放心吧。对于我爸妈来说，我就是个不孝之子。走了，以后不混出个人样，我绝不会回来。我送你。你回屋吧。咋了？我不愿意别人送我，尤其是你。懂了，走吧。
刘书记，哎，来，您找我们？对，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，本来我跟小夏呀还想来找您呢。是吗？哎，我自个儿来，您说。先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省政府已经正式批准了我们成立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啊。同时呢，由徐驰牵线搭桥的那家有限公司呢，也已组建成功了。他们是由68家法人共同投资成立了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所有制的国有控股公司。这家股份有限公司呢，将在明天派代表正式到咱们华企呢签订投资协议。他们将和咱们华企共同成立华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。那这太好了呀！还有一件事儿，葛厂长病退了，同时今天正式任命书已经下来了。廖总工，廖启智同志将担任我们新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长安，沈夏，今天呢，我跟廖总经理商量了一下徐驰的事儿。刘书记，招贤纳士。我呢就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。如果咱们邀请徐驰担任新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负责战略发展研究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们两个当然觉得好了。其实我跟小夏这几天在家里就在聊这件事情。本来今天来就是想和厂领导汇报一下我们的想法。对，没想到我们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呢和投资咱们的3家国企的老总呢也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他们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呢，本来想邀请徐驰担任总经理，但徐驰没有，拒绝了。是，徐驰呢不是一个贪慕金钱权力的人。其实5年前，为了小夏能顺利辞职，他还放弃了德国威曼中国区副总这个位置。你想想看，这要换了别人，谁舍得呀？我这位班长啊，现在呢是一家美国风投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，专门投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。我担心，不知道他现在还愿不愿意重新回到重卡行业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他现在呢在北京已经有家庭了，孩子才2岁。不知道这个家庭会不会成为他来华企的一个障碍。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事情啊。这一次，通过徐驰牵线搭桥，给我们华企输了血，咱们才又活了过来。我是希望呀，他不仅仅是给咱们输血，未来还要给咱们造血。刘书记，我明白了，我去找他谈。徐驰，还记得这2辆车吗？啊，这就是当年5改7的样车，我还开着这辆车出了事故。你跟小夏，你们2个还参加了维修工作。哎呀，现在这一个5吨，一个7吨，就放在这儿当展示车了，供来宾欣赏。哎呀，我还记得当年在车间里组装它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大学生啊说了几句华气落后的话，结果呢，突然冲出来一个野蛮的华气子弟，非要打人。哎，长安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吧？有这事儿吗？没有吗？我还记得我当时说过，我们华企落后了，跟不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了。不过值得欣慰的是，12年过去了，我们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华企。这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事情能够顺利推进，徐驰功不可没。的确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这次呢，作为搭档，艾长安同志的表现真的令人刮目相看，跟之前相比，完全换了一个。哎，我说徐驰，你这回管我叫艾长安同志，我可还是挺高兴的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光要做一个合格的试车员，一个合格的销售经理，我更要做一个合格的华气人。等华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，由我们自主研发的发动机、变速箱还有车桥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成立子公司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打造一条属于我们华气自己的黄金产业链。
到时候生产往这儿看，接下来要打造的车，都保留着最可贵的军车品质，知道吗？但是这最具竞争力的啊，还是这个将由我们华汽打造的，全行业内最先进的由大功率发动机、直接档变速器以及小速比的单级车架所组成的整套的动力匹配技术。以后由我们华汽打造的重卡啊，每一辆在性能上一定远远高于同市场的同档次产品。海长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们华汽下一步将要打造黄金产业链这个事情，非常具有前瞻性。但是，你现在对着一辆7吨样车在这搞演讲，没有这个必要吧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要不在这儿慷慨激昂的演讲，我怕我感动不了你啊。切，班长，长安的意思啊，是想让你看见我们华汽未来的美好前景。我跟长安代表华汽，正式邀请你加盟。其实我跟小夏呢，是代表刘书记，还有廖总经理，正式的邀请你来加盟我们华汽。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哎，什么叫你知道了呀？你给句痛快话呢？哎，你让他考虑考虑，不可能这么快做决定。那这事不用考虑啊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。37天之后，我来华汽报道。就同意了？同意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别忘了提前，你就算了，有孕在身。艾长安，你提前把我的办公室给我收拾好啊。不是，为什么是37天？哎，为什么37天啊？哎，这事儿就别动，反正37天之后我来华汽报道。哎，讨不讨厌呢你？能不能别吞吞吐吐的？赶紧告诉我俩干着急呢，在这儿。你看，刚说完，你跟之前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怎么又回到过去那急脾气了？行，反正现在告诉你也没所谓。是这样，5年前我离开威曼的时候，马库斯逼着我签下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竞业协议，期限是5年。5年？哟，也就是说，再过37天，这份竞业限制协议就到期了，对吗？看看人家还是沈工的脑子反应快，这你得学着点。反正不管是37天还是73天啊，你徐迟兜兜转转又回到我们华汽了。是啊，兜兜转转，我又回到了华汽，又回到了中卡。哎，那你老婆孩子怎么办？啥咋办？一起过去。这事恐怕还要看看我媳妇儿的态度。据我所知呢，目前的状况来看，集团那边还真离不了他，所以我估计在未来的2到3年之内，我跟我媳妇儿就只能过着2地分居的生活了。哎，你少给我来那出啊！别弄得我们2个跟棒打鸳鸯、拆散人家庭似的。不是吗？是吗？对。走吧。哎呀，这搞定了，还挺轻松。